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境对话唐艺奇，欢迎。大家好，我是唐艺奇。嗯，你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观众不是嘉宾啊，非常年轻的嘉宾。嗯，先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的，大家下午好。我是我名叫唐艺奇，我之前是2025年之前是在中国，然后呃我现在是在英国这里留学，是在读物理。我参加这个对话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物理学的学习中学到的一些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中可能可以做一些哲学性的类比，比方就像用一个比喻的去思考一些政治方面的事情。嗯，你是学物理是吧？现在在，对，我现在是在学物理。从小就喜欢这方面吗？喜欢物理，喜欢科学吗？哦，如果说从最开始的话，我感觉有可能可以追溯到小学的时候吧。嗯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可以说比较调皮捣蛋嘛，但嗯是呃在那个数学课上，我对小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是在数学课或学课的上，那些老师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都会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在回答站起来回答的时候就如果说回答正确了，就会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愉悦。呃，然后这就一直继承到就到初中，然后再到高中，然后到现在。也可以说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好奇心嘛。嗯，那你这样啊，用一句话先给我们观众朋友讲，物理究竟是什么？你们在研究什么？嗯，好。物理，呃，字面上来看是物质的道理。嗯我认为物理是去呃探索研究这个世界的物质之间作用，还有对物质的运动情况变化的发展的呃一些规律进行探索，或者是进行预言。这就相当于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这个世界的嗯，作用。实际上是在追究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或者说整个这个宇宙的那个终极的真理，是吧？如果说是宇宙终极的真理的话，这应该算是物理学的其中一个方面吧。嗯对它总体来说，也就是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和像数学呀，这个也比较关系比较紧密吧。嗯。呃，因为我们对。感觉就是在你们物理里面，当然也分不同的板块儿是吧？有研究非常宏观的，也有研究非常微观的。但是呢，总归这个尺度跨的都很大。你像宇宙这么大，然后包括时间呀、空间呀，可能都不是说几千年、几万年的，都是几十亿年的事情啊。那么呃，我一般给人印象呢，这样的科学家就是当他全身心的去投入到对整个大自然或者宇宙的研究的时候，他好像对于人世间的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的在意，因为就是尺度太小了，是吧？就是人类太渺小了，或者说人类的这个文化历史太短暂了，对于整个宇宙而言。那更别说我们可能就是只发生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几十年的，像现在这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其实微乎其微的一个存在。嗯。那是什么促使你就是一方面对物理这么感兴趣，又去学物理，然后一方面又反而对这个中国的政治这么感兴趣呢？嗯。我之前也确实就像您说的一样，就是我
在前几年的时候，确实或者说我从小的时候就是对政治啊这方面的事情也确实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当时也只是想就是在理科这方面学习，所以我认为政治可能对我个人来说，好像是就是管理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管理体系吧，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认为我为什么就是转到就是开始关注政治呢？主要还是因为有一个我可能嘉宾这边的是网络好像有点。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他实际上他并不是只是专注于他的那些科学研究，他也实际上对政治或者说这个国家有一定的思考。呃就是具体来说的话是，爱因斯坦当时他是在纳粹期间嘛，他一就是逃离纳粹，然后去到美国去研究。他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触很深，就是他说，好像是国家是为人而建立的，而人不是为了国家而生存的。他同样对这个人权或者是对于呃真理有一些哲学性的思考。所以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认为我研究物理是为了去追求真理。那么真理相当于是我的一个人生目标。那么对于反共呢，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它的存在是违背这个就是治理管理的一种正常的方式的。它这种集权的统治或者是这种独裁的政治，并不是适合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我研究物理就是想要去学习事物的发展规律，更清晰的去理解这个世界。呃，所以我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爱因斯坦等这些思想的影响，还有一方面是出于对呃真善美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呃对，或者说我本身就对威权和独裁统治，我认为就算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同样是可以参与对一些公众的政治的批评。因为政治不仅是单单政治家或者某一部分专业人的事物，而是我认为政治是属于全民呃整个人民所有在社会中的人民都可以有权利去参与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权利。所以对。我注意到你啊，就是在推特上啊，有一天突然的在我时间线上就看到了你发的一条推文，我才去关注你，认识到你啊。那你那条推文的还是挺猛的写的，就是说你反共啊，然后露脸实名的，然后是一个在海外的一个中国学子哈，而且是一个学物理的，然后你做了一些用物理学去做了一些类比啊，一些比喻，让大家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中共现在这个统治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啊，然后一会儿会听你来好好的讲。但是呢，在那之前呢，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你，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了你是学物理，然后对于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运行的这些真理呀、这些规则呀，你都很感兴趣，然后你觉得中共的存在的方式，它的这种集权的统治是不合理的啊，它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是从这种
天性使然的一种反感他。但是呢，这个还并不能完全的让我们理解，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勇敢的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长相，然后就这么去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因为你还说了，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就在你那条推文里，说和你的什么在中国的什么家人什么也都无关什么的。虽然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声明怎么说呢，在这个中共眼里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如果他要想针对你的话，他是不会因为你这一条声明就不去骚扰你家人的。这你个人的声明他们是不会 care 的。当然了，就说你做这样的声明还是有必要的。我想这中间还欠缺一个理由吧，或者说我们还想更多的了解，就是还有什么事情跟这个科学物理没关的，有没有发生在你或者你家庭身上的，导致你对中共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或者说对他有了想要反对他、反抗他的这种，给了你这种勇气和这决心的这个契机有没有？是什么？对，关于这个问题，我感觉可以从第一个方面是从教育方面来讲，就是在我上学期间，中共一直进行一种洗脑的教育，从各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学生进行洗脑。那么我个人在高中的话经受了这种教育，然后在我前往上海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又继续的去被迫去接受这种政治思想的强制学习。那么呃然后主要就是我在大学第一学期因为各种因素，然后心理方面产生了问题，然后就是出现了一些抑郁情况，然后我由此就和家人商量一下就是回家里了。所以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中共它针对这个所有学生的一种思想教育的洗脑，这个是他的一种罪恶。我认为这个是是不能原谅的事情。他就是对这些那么多年轻人就是为了他的独裁统治而就是从一个婴幼儿最天真最无瑕的时期就对他进行思想的控制，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谈到我身边的话，我可以说，关于我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我母亲的话，当然这是有一些隐私的问题，但我还是想隐私不要说啊，你自己对的，控制这个度啊，到底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啊，这没关系的啊。对，我想就是稍微简单的讲述一下，就是我母亲的话，她是在我大学休学在家期间的话，她经历了一场事故嘛，然后这个事故和这个事故的肇事者和当地的一个公安部门的那个可能说可以叫一个这个肇事的儿子他是个警察嘛，然后我母亲想要去维权，然后但是虽然法院判了他是全责，但是我母亲就是他那个事故已经发生了好几年了，然后法院也判了，但是我在2025年的时候陪母亲一起去当地的那个法院还有信访局等一些地方去进行信访和反馈，但这些都毫无的结果。呃当然这也是一方面的问题，还有我身边亲戚，实际上也还有一些比较不公的遭遇，像我其中一个亲戚他当地他买了一个新房子，然后他在那个房顶
上做一些就好像是做一些阳台吧，或者是然后就是被一些小区里面或者是可能是邻居吧，他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些社会上的邻居为什么思想这么或者说心理这么狭隘，然后就被举报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当地的那个城管大队，还有一些部门就直接上门把他的那些装修给强拆了，然后也没有那些赔偿，然后然后他也获得了一些帮助，然后想要但是都没有结果，所以这也是我身边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从根本上就认为这个中共统治下的社会是一个野蛮的丛林社会，没有法律可言，也可以这么说。那你是出来读书之前就已经想好了，说我到外面了暂时人身安全了，我就要去站出来反共了，是吗？还是说你到海外之后又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才决定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呢？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其实就一方面我当时想的是，既然我有机会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么呃我想尽自己的一部分力量去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就去当地退出了共青团，嗯，并且在我当初在网络上发表一些批评共产党治理社会或者是社会治安的一些事情，但是当时在国内的社交这些帖子发出去之后，就直接被删除了。嗯，啊，所以我当初就感觉非常无能为力，然后呃，我现在公开反共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初来到英国之后，我先是参加了一些匿名的抗议，因为我刚开始是担心被中共发现嘛，然后有可能会牵连到一些我的家人也好，所以我当初就是匿名参加了一些抗议活动，然后我在这些抗议现场发现确实有一部分人，也是戴着面具，然后是匿名的抗议的，嗯。嗯，当初我在参加抗议的那亲口喊出了那个呃打倒口号。共产党等这些口号，我当初感觉就这好像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就是心里感觉非常的振奋啊，因为我就是当初从中国逃出来之后，我感觉确实是获得了一些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事情，然后渐渐的。我随着我参加的这些抗议活动越来越多，然后我也，嗯，因为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我就对共产党的态度其实是非常敌对的。那么我来到一个民主自由社会的英国，我亲身体验一下他们社会之间的差距，我就更加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做呃，就是我来英国之后，这里人都非常友善，然后或者说他们的处事行为态度和方式和中国的社会环境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那嗯么这有可能也是一部分原因。呃，最嗯关键的是，除了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真相，还有身边亲人的一些遭遇。我当初在公开反共之前，我其实还是上网搜索了一下，就是
在海外有哪些来自中国的物理学家，他是为了这种正义而公开发声的。我当时亲自搜索了一下，因为然后我就搜索到了像方励之，还有许良英等一些物理学家的事迹。所以我当初，因为我作为一个物理学生，我本身所以说这两位物理学家他们的事迹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重要深远的影响。而且方励之和许良英他们两个人都是来自浙江，许良英甚至是出生于浙江临海，是我的老家，也就是我也是来自浙江临海，所以我当初是看到这两个人的他们对于他们整个的反共经历，那么对我来讲是可能是一种最关键的一个催化剂，或者是最后的一个鼓舞。等于就来自这个前辈的一个鼓舞，是吧？那这样啊，我们下一阶段就进入到这个正题啊，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学物理的学生，那么结合你的专业知识啊，然后给我们去讲一讲，你觉得物理学或者从物理学去类比到中国社会中共的一种统治，究竟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呢？那就交给你啊。好的。我想先声明一下，接下来我分享的内容，虽然我是用一些物理的现象去思考一些政治中共方面的事情，但我说的并不是科学论证，也不是预言或者判断，我只是现在是一个学生，尝试用这些现象和规律作为一个类比，并不是直接确定的一些推论，也只是相当于一个文学性的比喻和思考而已。我会介绍一下物理现象是什么，然后我从中领悟到什么。如果说类比中共的统治，可以怎么思考？对，我想讲的第一个事情，或者第一个物理现象，就是从最基础的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开始。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牛顿第三定律？在物理中，我觉得这一层应该比较好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大部分观众都能理解，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吧？这个是一个应该不难啊。继续。对，当两个物体发生作用的时候，同时会施加一对大小相等的方向相反的力。当然，这只是描述物理世界的定律，不能直接套用到社会。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就是不准确的类比的话，它可能提供一个视角，在中共这种高压的政治体系中，权力对社会施加的压力，我往往不会是单向消失的，而会在社会的内部转化为各种反馈，可能是情绪的累积，或者是心理的抵触的反抗，甚至是选择离开这个体系。换句话说，这个中共压力本身，会慢慢的塑造它的对立面。从这个视角来看，这种反作用力，也许不会立刻的体现，但有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慢慢的积累爆发出来，就像现在国内在中国境内，那么人民的生活的境遇比十几年以前是非常的恶化了，对吧？所以然后像各地大大小小的反抗的事件也在曝光出来。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有这个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那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学物理是太习惯于觉得这个作用是立刻发生的，就好像我推过去马上就能感觉到有一个反作用力传递到我这个比如手掌上，是吧？但有的时候物理学所描述的这种时空场和现实
世界中它可能会有一些时间差的，是吧？就像你说的，这个不是说立刻就能马上反映出来，它有些东西可能在社会上去消化，慢慢累积啊，慢慢的去发生一些量变质变，最后才会有这个反作用力，我们才能看到，需要一定的时对，间，是吧？我认为像物理学这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只是提供了一种大致的一种方向，像具体的这种社会的反馈机制可能会跟社会学啊，像政治学有关。我只是从一个OK，物理的视角来那看。么还有吗？除了这个牛顿对第三定律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对。去对，类比？好的好的，我还想讲一下，就是这个在物理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叫做三体问题，可以说是对复杂系统的混沌的描述。嗯呃，如果就打比方说，如果只有两个天体，像地球和太阳，它们之间的引力作用是可以精确计算的，嗯呃，或者说可以通过计算预测它们的运动轨迹，非常的精确。但是当系统中加入了第三个天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很多。嗯三个物体之间的作用会彼此的影响。整个系统对初始条件变得非常的敏感，这因为这三个物体之间的作用非常的复杂，那么长期的行为非常难预测。呃，如果说更直观一点，就是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三体》中借用了这个概念去构建故事背景。我记得好像刘慈欣讲的是，在三个恒星系统中有一个外星人所在的行星，它因为这三个恒星的嗯。那个但是作用但是是这样，导致我打断一下你啊，因为我觉得对，《三体》的故事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我们可能不用在这儿去好的好的，多说。但是这嗯。个《三体》这个模型或者整个这一个 problem，那跟这个我们去理解中国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对，啊，就是如果把这个作为一个类比来看，那么在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参与者越多，像中共的官僚体系非常的庞大，嗯利益主体越多，那么系统就趋向于混沌，或者说中央的命令传到地方就有可能变形，各个地方的官员之间有相互的盘算，派系之间嗯会相互的掣肘。嗯，从最上方想用强力去维持秩序，要嗯更多的管控的机器，而它这个管控机器或者手段本身成为新的混沌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派系之间的关系，嗯就可以从物理视角来看，就好像一个混沌系统一样，就是呃，它这个独裁体系的官僚越庞大，那么它长期就越不稳定，越无法预测。呃，嗯这只是一个物理的类比而已，这也并不是十分的准确。，OK，还有吗？对，还有就是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一个封闭系统的熵是会无序增加，呃，嗯，我觉也得不会减少。这个可能这个点上，我们可能嗯，要给观众讲的更细致一点，就是，好的好的，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这个应该大部分人都懂，但是熵是什么概念，可能很多人是不懂对，的啊。熵应该就是在物理学中是描述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嗯，无序程度啊，我还特地帮你嗯找了一张图啊，我们更可能用这张图更好的帮大家去讲。嗯大家看嗯啊，这个 entropy 这个就是熵啊这个词的意思。刚才这个唐一奇讲的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里面，就说一个系统啊，它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像这些小分子是吧？左边这个图你看它排列的非常有序，是不是很整齐的？然后呢，到右边它就很散乱了。我们想象这一个气体分子或者液体分子啊，它就很漫无目的、很没有目的、很乱的一个状态，这就是更偏向于无序
啊，因为左边就排列的很整齐，就是有序。我们先这么简单理解啊。但是有序呢，看左边的有序，它在物理学里是一个叫低熵状态，因为熵这个概念所发明的那个物理学好像叫香农是吧？是香农吧提出来的这个，就是熵这个概念，它就是描述在一个系统内的一个叫有序啊，越无序这个熵越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排列很有序的时候，反而叫低熵状态。那么到右边呢，非常无序了，那这就叫高熵状态，就是这个熵在增加。那我们接着看下面以这个这个杯子里的冰块和水来举例啊。你看它是冰块的时候，这个水分子啊相对是有序的，所以它这是一个低熵状态，然后它变成水了，这反而是一个高熵状态。这个就是熵啊。但是这个概念可能我们还得再多讲一点，才能到这个唐一奇待会儿给大家去类比中国社会，大家可能才好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叫热力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热力学里面的讲这个熵。但是后来这个概念呢，在物理学又被衍生了。比如说我们有讲这个信息熵啊，这熵那熵各种熵，就是说在一个还是讲的是一个系统里的，比如这个信息的无序状态有多么无序，是吧？那这就讲到，比如说在宇宙，我们知道宇宙是现在的理论，还是在说这个大爆炸理论，是吧？唐一奇没有一个更颠覆性的理论啊。那我们还先沿用这个理论来说。大爆炸呢，我们知道就是从最开始的一个，你不管最开始是什么状态吧，反正宇宙就是从很小是吧，一直爆炸，然后变成了现在这种宇宙尺度无限的大，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天体啊、行星啊，包括一个行星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生物啊、非生物啊，包括我们人类啊，对吧？它就非常的多样化。其实这种多样化就是一个无序的。它是一个无序，就是等于完全宇宙是一个完全熵增的，就是这个熵一直在增加的这么一个系统。所以在宇宙诞生之初，甚至有科学家说那是一个甚至是一个负熵的状态，是吧？就是非常的有序、非常紧密，或者说这个能量非常均匀。那到现在是一个熵非常大的。所以，但是呢，熵不是一直增加的，就是熵有的时候这个熵增的过程啊。它是可以逆转的，就是也有熵减的情况，对吧？那什么情况是熵减呢？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拿这个人体来举个例子，就任何的，包括一个动物啊，人体的整个的你的组织啊、细胞啊、运转啊，它是一个相对有序的状态，对吧？它不是一个完全无序的一个分子飘散的状态。那么如何维持我们一个人体？这也算是一个。不能算完全封闭的系统，对吧？但是相对是一个有序封闭的系统。好，这一个人体呢，它想要保持一个有序呢，你需要怎么样？因为我们大家再记住啊，我再重新说一遍，你保持有序，意味着这个熵要减下来，啊，要熵减才能有序。因为如果熵增的话就无序了。那我们人体想要有序，你就要让这个熵要减下来。但是宇宙的规律是。熵是持续要增加的，那怎么样在人体的这个体系内让这个熵能减下来呢？或者说任何一个小动物啊，那就需要有外力或者外部的能量的一个摄入和介入，用这个能量来让你这个系统的熵减下来。那也就是说，我们人类比如说吃东西啊，呼吸啊，这些都是让这个外部的能量进来之后，让我们这个人体可以有序的运转下去。那我们体内你可以认为这个熵我们是进行了一些熵减的过程，但是这是有代价的。大家看到，因为你不是说我们不是貔貅啊，我们不是只吃不拉，对吧？所以我们有摄入，我们就有排泄，我们包括每呼吸一口空气，我们都要排出这个气，所以包括热量往外去散发。那么任何的一个熵减过程都会伴随着更大的熵增。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小系统内这一段时间，确实这个熵减下来了，但是代价是我们造成了外部的或者排出去的这个熵更加的混乱，这样让这个熵更增加了。这是一个熵增跟熵减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再用一张图来给大家看，这是一个小细胞内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了，左边这个细胞运行的比较紧密有序啊分子，
那么它的代价是往外去散播这个热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能量，然后外面呢是会更加的无序。好，我大概做这么一个科普啊，然后我觉得你就继续来讲，用这个商的概念怎么去理解中国这个社会。对，北京你刚才讲的非常的好，我作为一个物理学生也感到您应该做了很多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讲的非科幻，常对我是一个科幻作家呀，我也是写这些东西，所以好，北京刚才讲到了，就是关于讲到了商在宇宙中的一些思考。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在根据一个熵增原理，那么对于宇宙北京之前讲到是宇宙从最开始是从大爆炸最开始嘛。那么如果宇宙是一个孤立系统，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孤立系统的话，那么它确实是会无序增加的，那么最终会增加到最大值。那么在物理学上，这好像叫做一个宇宙热寂，所有的能量都有可能变成热能，就是非常的混乱及宇宙的热寂状态。我想或者说用一个更加直观的类比的话，就是一个封闭容器。当然接下来说的这个是封闭容器，它持续被加热，那么短期看起来并不会变化，但是内部的压力在不断的累积的时候，超过了这个容器所能承受的临界点，那么它就有可能以比较剧烈的方式释放出来。就是在如果说是一个孤立系统，北京刚才讲到的，如果说想要让这个熵减小的话，就要有外部的能量的输入，或者说要让从这个孤立系统变成非孤立系统，就是要打开开放，对吧？那么就是类比中共的话，它是一个封闭高压的体系，它封锁信息，限制自由，让内部的矛盾，资源的错误配置不断的积累，却没有办法被正确的调节，建立在谎言和恐惧之上的统治，本质上，可以比较不准确的说，是看作高能量的不稳定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这个封闭系统开放，然后通过手段去调节、管控这个社会。所以，它现在更加的封闭，最近不是还加强了对 VPN 的管控，所以，我认为它这个统治的方式是错误的。我觉得很多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啊，涌进来很多人啊，当然我现在无法分辨啊，这些人究竟是粉红呢，还是一些踩缝纫机的啊，水军啊，中共的水军，我无法分辨，这个无所谓。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留言，我想挂出来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很有代表性啊。你看他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强行关联在一起的意义在哪儿？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啊。我特别想告诉这位观众，这个意义在哪里？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嘉宾啊，唐一奇啊，他是学物理的，对吧？那么他从他的学科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所有的学科之间的划分都是人为划分的，因为在这个整个自然中是没有分学科的，一切东西都是背后的那个宇宙真理所衍生出来的，只是人类在理解这个真理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你人的大脑是有限的，你学习的这个生命长度也是有限的等等，所以人为的划分了不同的学科，然后去进行学习。那么这个之间跨学科之间的类比是完全可以做的，很多人做不到，是因为你的这个学识并不达到能够触类旁通的 level， 你做不到。
包括你的认知水平。就像我们有一些观众不理解，物理学跟中共的这个社会学什么这个统治究竟这有什么可强行关联？他不能理解。其实这中间都是完全相通的。我来给你讲啊，为什么？任何一个社会，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是需要怎么说有序的，对吧？一个社会是需要秩序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对吧？因为你人类不能是一个，就像唐以奇说，我们讨厌丛林社会，我们讨厌完全没有规则的，对吧？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过来把我东西拆了，那你得有法可依啊。如果是我现在确实是违建了，那你就拆，是不是？但你需要有法律，你需要包括你有法律，你也得走这个程序上的正义，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就是一个城管，你过来就干了这个事儿。所以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需要法律，需要程序，需要一个秩序啊，警察也好，军队也好，就所有这些秩序当然都是需要的。所以这就是很多的粉红所不理解的，因为我们在聊到中国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他说你看那别的国家，比如说你唐以奇在英国，说好，那英国也有军队啊，英国也有警察啊，英国也有这些执法部门啊，也会去管这些违建啊等等。所以问题不在这里啊，问题在于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需要秩序。我们理解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一个像人体的一个系统，那你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这也是一个系统啊。这一个系统，我们需要让它熵减，就是我不能让它持续的熵增，就是持续的无序，这样社会就乱了，对吧？但是让这个社会稳定下来，或者按一定秩序去运行的这个熵减过程，我们刚才学了物理学里给大家讲了，这个熵减的过程是一定需要外力或者外部能量你去注入、去介入的。那这个能量介入的多少是有区别的，这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就是中国的社会和像比如欧美日韩这样的民主自由的发达这种国家的社会不一样，就是每个社会都需要维持这个秩序，但是中国或者说中共的统治所要在这个熵减的过程中，它要注入的这个能量和是比这个欧美要多的。这个是最麻烦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像欧美日韩这样的社会，它有很多的社会的自发秩序，就是它有些事情是不需要政府去管的，民间就可以去解决，然后本身的制度的建设也非常的运行的非常良好，所以它的维持这个社会有序的去进行下去的，所政府需要强加的这个外力就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不是，中国通过共产党这70-80年的统治，民间已经没有自发的秩序了，每一个人啊都是，甚至家庭都被打散啊，都是一个个这种原子无序的。然后究竟你在这个社会中呢，你各种社会福利保障也没有，对吧？就你很多人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中国的生活，我不知道我该去怎么样遵守这个秩序，反正也没有规则，无非就是我有人脉，我有关系，或者我有钱，我就能为所欲为，我就能在一段时间内当人上人。但是有钱的人，可能你今天有钱，明天你就成了阶下囚了，对不对？你薄熙来又怎么样呢？对吧？你王石又怎么样呢？许家印又怎么样呢？一样，大家都是热锅上的蚂蚁，你没有任何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家一切的，我怎么才能够相信别人呢？我怎么才能相信我的邻居？我相信我的亲朋好友都很难。文革什么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好，到最终。之前几十年大家有钱挣，对吧？那个改革开放啊，经济高速发展，大家有钱挣。虽然有的人挣的很多，有的人就至少混个温饱，有口饭吃。这个时候还 OK。就像这个唐一奇刚才说的，这个反作用力它还没有凝聚出来，或者说这个不满啊这些东西还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你随着现在经济下行不行的时候，这些矛盾就会突发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每个中国人现在很多中国人，其实很多粉红啊，唐一奇，他跑出来去骂你或者骂我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也很害怕。他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在揭露这个真相出来，我们在批评中共你的统治方式，我们在批评中国的一些运行方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哎，你们就唯恐天下不乱。他们会觉得说，啊，因为他们害怕混乱，他们怕，你知道，他们怕，但是。他们怕归怕，但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因为
互相之间也没有个什么的那种NGO 组织啊，或者一个自己的一个什么信仰的一个什么小团体啊，或者什么都没有。中国人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刚才我们展现的一团混乱的分子在那里漫无目的的飘，这个熵增是非常大的。但是中共又不能让他们这么乱，对吧？所以好，这就是问题了。中共要用非常大的维稳的力量，我建很多的摄像头，很多的系统，然后去压制每一个小小的火苗啊。然后那你想，这个外力注入这么大，大家我们又回到这个物理概念啊，大家记住，中国人他不想那个后果，他会觉得说，哎，挺好啊，那反正有个党来管就可以了嘛。中共你只要把所有的这些资源啊集中到这个军队，集中到警察这个系统，集中到这个政府部门，拿着这些资源啊，或者说这个人民交的税啊，这些民脂民膏，好，全都归这一个党管。我们讲集权，对吧？全都归这一个，然后我来强行的压迫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就是我们讲熵减的状态。但是它是有代价的。大家刚才记住了，它是有代价的，就是你一个强力的熵减过程，一定伴随着更大的熵增，对吧？这个你物理学，你当然你可以再给我们讲一讲，伴随着更大的熵增，这个熵增可不是说像刚才人体那张图啊，我们就通过这个排泄就完全排出体外了，对吧？它不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压力。或者造成的你压迫之后没有自由啊，没有创造力啊，人民的这个思想啊，等等等，所有这些更糟糕的代价，它不是说我就排到朝鲜去了，排到日本去了，或者排给美国了，不是的，你还在中国那个体系内，你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就当然了，中国如果有一天变成像朝鲜那种更封闭的体系，其实问题更大。对吧？它是一个更大的压力锅，更大的反作用力。那朝鲜只是说它还没有完全的爆，那其实中国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我希望这位观众朋友或者很多观众朋友能理解，就是我们不管从物理、从艺术、从各种各样的文学或者一个什么天文学，其实你都可以触类旁通的去想象你身边你遇到的问题和你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中国，我觉得可能我大概想给这个观众做这样的解释啊。唐艺奇，你接着聊。就像刚才北京讲到的那样，中共今天投入那么大的维稳精力和维稳力量来维持这个系统，一个需要用如此巨大的外力来维持的结构，可能意味着这个系统本身并不处于稳定的状态，需要持续的输入能量才能维持现状。对，那么现在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或者说它这种像以前那样子通过全球性的贸易来通过压榨人民的劳动力的这种廉价商品输入到全球的这种经济的经济的发展能力正在逐步减弱。那么一旦这种外力的维持系统的外力的减弱，那么系统将会去往哪里？这个系统就有可能并不会那么稳固了。因为我们知道物理学里还有一个概念，对吧？就是叫这个临界点，就是一个事情它发展，它可能刚开始表面上看没有任何的变化，突然突破了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一下就产生质变了。这个临界点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就是物理学里的，就是有一个叫共振的概念，对吧？就是说有些东西它是我们表面上看可能没有关系，但它其实是在某种频率是互相影响的。然后这些共振，包括你说的人民的不满呀，这种不满的情绪的累积啊，然后包括中共用这种强大的外力去压迫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各种的产生的问题。这些慢慢都在共振，都在底下共振，然后震，然后它就其实是在催生那个临界点的到来和发生。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在物理学上站得住脚吗？没说错是吧？像这种就是
内部的一些反抗的力量在不断的积累，然后共振的话，用共振来类比，我认为，振动，如果说它的在物理学中，如果说相位一致，或者说状态相同的话，那么它就会相互的叠加，然后它的或者说强度会增加。那么以共振来对比的话，就可以说当这种内部的抵抗力量不断的积累，然后逐渐的，如果说出现一个统一的一个或者说一致性的对于民主的诉求的呼声越来越响亮，那么就有可能会逐渐的挑战中共的权利，有可能。当然我说的这个也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啊，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对启发性的，因为我们知道你这种物理的模型啊或者理论，你不可能说完全套用到一个社会学的一个讨论的这个里面，它不可能是完全划等号的，对吧？因为你社会上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它无论如何在人类社会里，它没有一个系统是完全封闭的，就是一个理想中的物理学研究模型，对吧？它不一样。但是呢，这样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你今天来参加这场对话，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平时你不会去从一个物理学的这些热力学第二定律啊，或者什么牛顿第三，就从这些东西去想说，哎，中国是不是这么一个类似的模型，就可以引导我们去进行一些思考，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你还有什么想法？对，可以给我们再讲接下来对，接下来除了就是中共的整体系统的压迫以外，我还想讲一个，就是在这个中共的社会中，它的个体的处境以及选择，有一个现象在物理学中叫做正反粒子明灭，就是在物理学中有很多基本的粒子，那么这些基本粒子相对的会有一种反粒子，就像大家都说电子，那么电子有一个它的反粒子叫正电子，或者那么具体举例的话，就是当电子遇到它的反粒子，那么两者会明灭，就是这个电子和反粒子会在这个会消失的，能量完全质量它们的质量完全转换为能量，以射线的方式释放出去。这种射线具体来说可以称为伽马射线，是能量很高的一种辐射，它的穿透力很强，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在所以我从这个现象中就是一个类比，可以说这个物质虽然消失了，但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那么我把这个现象作为一种比喻来思考的话，当然人不是一个粒子，只是一个类比。对。那你觉得会发生什么？对，我就是在现在那么从中共统治那么久以来，有非常多的英雄和勇士，像彭载中勇士在北京的四通桥，还有像白纸革命的这些学生，还有像之前四川的江油运动，他们虽然在中共的压迫之下，就是有可能说是被残酷的消失了，但是他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依然在传播，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那这不就影响到你了吗？这不就是一种共振吗？实际上，你看，从彭载舟的出现，白纸运动的发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江油这个事件，就包括你作为一个个人啊，然后这么年轻，本来是学物理的，结果现在也是除了学物理之外，现在也在反共，是吧？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中国那个高压社会的一种熵增的最后的一个代价，一个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出现的一些无序的状态，对吧？因为正常一个国家，为什么人们要这么去反抗自己的国家，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去批评自己的国家呢？挂横幅，然后去街上去打起来了，然后包括你还要这样去冒着风险，好像去反对自己的政府。正常的一个有序的一个国家，它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状态，对吧？人们就安居乐业，我去学物理好了，我去彭仔洲，可能他有他自己的职业，该过他的日子，跟自己的这些家人在一起，不就完了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有序状态。但是你把人们逼的，就会有慢慢这种东西有一个熵增的过程，就会无序。那他们彭仔洲也好，刚才说的这一切，包括你现在所做的，所造成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深远的。是会你会影响到一些其他的人，可能我们今天的对话也会有一些人听到之后，有一些感触，这都是一些共振，这个共振都在促使着一个更加无序的状态，然后还是会推到刚才我说可能推到某一个临界点，它就能产生更大的变化。我大概是这么理解你的。对，北京的这个思考方向，确实非常有启发性。然后现在我想就是关于这个我们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讲话有可能会也会产生一些影响，对吧？那么我就想从这个来讲，就这个有一个物理现象叫做那个电子的能级跃迁，或者说叫做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在历史上是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并不是因为他的相对论，而是因为他的光电效应。那么我就是简短快速的讲一下，如果说观众确实还是并不能彻底理解，那么我会迅速的转到那个去做社会的类比。在原子中，电子被原子核的电磁作用束缚在特定的能级上。那么如果外界有光照进来，那么电子可以吸收光子的能量，那么迁跃到更高的能级。如果说它吸收的能量足够大的话，这个电子可以脱离原子核的束缚，成为自由的电子。当然，人不是电子，社会也不是原子。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比喻，只是有一定的想象力。中共的信息封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人限制在特定的认知状态的条件里面。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判断力，是他们从小的教育环境，或者是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足以改变他的信息。每一个人需要的那个光子或者需要的能量可能不同。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一段真实的天安门六四的影像；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他身边亲历的不公的压迫的故事。对于我来说，是某篇让我开始怀疑和思考的文章。我不是说这个类比完全准确，但是让我想到每一个选择说出真相的人，都是在发出某种信号。你不知道他会照到谁，也不知道对于那个人来说，他是不是刚好足够那个触发点。但是我认为每一个反共的行为都是有意义的，讲得都有可能太棒了。让人脱离中共的束缚，成为所谓的自由电子吧，有可能。讲得太棒了，我觉得你这一段类比给我们今天这个对话画了上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希望你的今天所做的这些努力这一束光可以照到更多的人，或者说这个光当然了肯定能照到很多人，但是有的人被照到之后它是没有作用的，是吧？它是没有反应的，那可能就是它更钝一些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光，需要更多的能量照到它。那就比如像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一些非常的顽固的一些观众，这个无所谓就是你从这场对话里，你觉得你吸收不到什么有益的东西挑各种各样的刺儿，这个随便你，这是你的自由，你这言论自由，你看我没有禁止任何人发言，而且我都让你们的发言在这个屏幕上都可以挂出来，这是给你们的自由。但是呢，你怀着一种
抵触的心理去听这样一个对话，你觉得啊，又是一个批评中国的人，我就不爱听啊，你们怎么不批评美国呢？你们怎么不？OK，你可以怀着这样的一个抵触心理去听，那么就意味着这束光其实照到你，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啊。当然，可能也在你心里留下了一些东西，你可能需要以后一束更大的光，或者一个社会主义铁拳才能把你砸醒 ，maybe 啊，但是那个东西无所谓，不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觉得说回来啊，唐一奇，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啊，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么做啊，当然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注意一些安全问题啊，因为这个再怎么样，中共的能量还是很大，是吧？而且在未来中国的这也个感谢关心，感谢关心，谢谢。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个变化可能会非常的剧烈啊，然后这个变化很剧烈的时候，我们知道它这个社会整个包括这个党的运转，包括它党内的这个政府内的这些各个部门的运转，包括到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海外的中国人、海外华人以及他们的一些组织，甚至一些公司啊等等，这一切都会受到影响。这个共振会非常的大。受到影响之后，他们原本呢还是有一个有序状态的啊。你虽然这个状态很邪恶，维持这个有序又需要花费很大的一个资源，造成很大的社会不公，但是它还是有某种秩序的。但是有可能后面我说的这个，对，就像我们这观众说的啊，这个已经发生了，对吧？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这些东西。当这个秩序要被颠覆或者慢慢的瓦解的时候，它会催生这个无序。那么再到更远的未来，我们想建立一个更好的有序状态，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中间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在这种混乱中，我就想对你这样的年轻人，因为我最近接触了好几位啊，就是你们都在海外的，有些年轻人就豁出去了，我就露脸，我就拿真名，我就反共了，我就一腔热血啊！你们年轻人，我不是给你们泼冷水，就是我说你们多注意个人安全啊！包括之前跟我做对话的，在德国那个威利，我也有看到你们有互动嘛，他也在去到处什么做标语，去什么反共啊，去抗议啊什么。我觉得就是你们都要注意安全，因为就是我说的，后面可能会更危险，在整个这个系统。要崩坏的时候，它可能会更危险，所以有的时候一定要先以自身的安全为优先考虑，然后再去坚持和追求你们心中的这个正义和包括比如物理学上的真理等等。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可能有一点爹味儿啊，但是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希望你能多保重啊。也非常感谢北京的关心，我能理解，中共它现在有可能在未来对于海外译者的那个迫害或者镇压，有可能会越来用各种不同的那个下三滥的手段，也有可能。非常感谢北京的关心和支持。那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后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发生的话，最好不发生。但是如果有人骚扰你啊，或者更严重的事情，记得取证啊，报警就等等，把这一切东西你的遭遇纳入到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文明国家的这个有序的体系里去啊。我觉得可能做这个事情会更好一点。对对对，我在民主自由的这个法治社会，如果说那个中共用这种手段对付我的话，我会用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对，非常感谢提醒。好，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还想跟我们说的？总结一下你的观点或者什么的，还有吗？对。最后我就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对话。但这个问题
有可能还会说一段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啊？不来，我们时间是来得及，我们时间完全来得及啊！你把你想说的都说完啊。对，这个问题有点哲学，或者说有点中二啊，或者怎么说？就少年，你相信光吗？光，对，你相信光吗？呃这个关系到我的一个个人经历吧，就是大概在8年前，我还在上高中物理课的时候，准确说是竞赛班，然后我在背后的黑板上看到了这句话，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有点中二的玩笑，但是后来学了更多的物理之后，我慢慢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这句在话是吧？物理，少年，你相信光吗？在物理学上，对，光是这个光是什么，本来就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很久之前，牛顿相信光是粒子，惠更斯相信光是波，还有大名鼎鼎的杨氏双缝实验都却证实了光有明确的波动性。但是之后，爱因斯坦又用光电效应，之前说的光电效应证实了光是粒子。那么最后呢，量子力学给出答案，光同时是两者，取决于你怎么去观测它。光拒绝被单一的框架完全定义。呃然后在爱因斯坦他在16岁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他骑着一束光，看到光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让爱因斯坦这个天才想了10年，最终引向了狭义相对论。他最终的结论是光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这为了维持这一点，时间和空间本身必须改变，不同的观察者看到的世界可能本身就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我们对真实的理解，或者说可以延伸到对这个社会的理解，永远带着自己的位置和观察方式的限制。在一个没有绝对参考系的宇宙里，没有任何一个位置可以让你天然的知道全部的真相。就是或者说，我现在说的这些是代表可能包含了我自己主观的概念，这也是一个思考吧。还有我最喜欢的关于光的事实是，你今晚抬头仰望看到星光，有些已经走了几千年才到了你的眼里，可能那个星。现在早就已经消失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光是过去的光，但它发出了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带着信息到了我们的眼前。光不需要问目的地在于哪里，它只是这样走着，就走到了几千年后某个人的眼睛里。所以，你相信光吗？这个问题和我认为和你相信上帝吗？你相信上帝吗？这个差不多。他问的不是神，而是一个物理现象，或者说本身是一个哲学的挑战，把对真理的信仰从宗教语言转移到了科学语言里面，不是问你信不信一个全知全能的权威，而是问你信不信一种方式，让证据说话，让观测来决定，在新的事实面前愿意被修正。对我来说，我学物理学最大的改变不是学了多少公式，而是慢慢知道了没有任何一个位置能够让你天然的拥有真相。当证据和既有的信念冲突的时候，愿意去修正自己，而不是去配合现实，去扭曲，而不是让现实去配合理论。如果我今天要回答之前我看到的问题，少年，你相信光吗？我相信光，不是因为我完全理解它，是因为它是我见过最真实的存在。它不会因为任何的观察者而改变速度，不会因为黑暗的存在而停止传播。人造的框架会腐朽，理论也会失效，而光一直都在那里。这是光教会我的事情，也是我站出来的原因。很棒，很棒啊！我就仅代表我个人啊，感谢唐一奇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一堂课，非常的深刻啊。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聊，好不好？
好的，好的，感谢北京，感谢北京，感谢啊，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对吧感谢唐一奇。我觉得这一堂课其实真的非常的深刻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听懂了你最后的这一个发问，以及围绕着这个问题的你的理解和阐述啊。但我觉得听懂的观众呢，怎么讲呢？有福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这场对话就做到这里，拜好的，拜。好的，感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